付鹏的这段发言实在是太敢说了，且听且珍惜吧。更可怕的是财经评论人付鹏认为，这汽车行业的这场腥风血雨，其实只是中国制造业普遍洗牌的一部分，背后的价格战可能正是中国经济潜在大萧条信号的前奏，最危险的还没有真正到来。关注中国经济的人最近肯定发现，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发生一场肉眼可见的大变局，尤其是比亚迪拉低的这个价格已经低到不可想象，有人叫好，有人忧虑。这背后就是汽车市场整体销量已经不再增长了，新能源车在革命性的取代燃油车，然后特斯拉又一再打价格战，国内造车新势力直接被逼上悬崖，很多新品牌还没有树立起高端形象，利润就被上游的电池原材料企业切走了。无论是传统的燃油车企业，比如奇瑞，还是已经全面切入电车领域的比亚迪，都是打骨折搅乱市场。表面看是内卷，背后应该是严重的产能过剩，消费者的购车需求也在快速下降。现在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但是买车你会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费用，反而成了一种负担。我们来听听他具体怎么讲的。中国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整车的这个销售市场呢，其实是一直开始走大趋势上是在走这个总量的一个下滑了。那只是说在里边呢，我们说看到这个分支呢，更多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替代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占比然后呢再冲击这个传统的这些燃油车再倒逼这些燃油车在这个转型。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大的环境其实对传统的车企我们说也是这个雪上加霜的整个大的环境其实对于整车的这个销售来讲，并不是什么好的现象。那么最近呢，我们开始观察到一系列的这种状态。那首先第一点呢，你看到这个新能源车已经开始打这个价格战了我们说首先第一点，从特斯拉开始，对吧？这是非常我们说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经济路径对吧？我的这个效率只要提上来，我的产能规模只要提上来那么我这个降成本之后我就可以迅速的去这个打价格战让这个后来想赶超我的人呢没法去真正意义上赶超我那么其他的这个新能源国内的这些新能源这个新势力吧我们讲的所谓的造车新势力目前呢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几重的压力在平行层面上，我们看到同行之间在相互的这个竞争就像现在很多人说的如果10几万的预算，那干嘛不买特斯拉呀为什么要买你这些造车新势力呢那当然了，我们说有些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这个新势力的品牌进来了以后呢总是想把自己打造成我们说奢侈品中的爱马仕，奢侈品中的 LV。那这种品牌的溢价呢，其实是需要时间去进行大规模沉淀的需要口碑去沉淀，需要时间去沉淀那么梅赛德斯也不是我们说1天2天就能够功成名就的，对吧？所以说呢，你想很快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种溢价品牌上的这种溢价，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难的。那么本身这个护城河又不是特别的宽现在呢等于说上游呢，我们说这些电池企业原材料企业其实也侵占了下边的这个整车制造企业的大部分的这个利润，所以造成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多重的四面这个楚歌在被这个围剿。这个价格战呢只是一个号角一个号角哗这个吹响了那么真正的这个 PK 的时代就来了。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传统燃油车领域中间呢，其实这个号角呢也正式的这个开打了我们看到了这个网友上的一些评论，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既然你不让我活，那我就充当这个搅屎棍，我一定要把这个市场给你搅混。那确实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我们说造车的这些产能，传统燃油车的这个产能在过去的20年，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在快速的扩大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你的产能投资也在快速的这个扩大你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过去的几十年，我们说各省我们的这个跟外资的这种合资企业非常的这个多。那这些合资企业手上可能也就握了1、2个热门的这个畅销车型但是呢，你现在是这么大的一个产能，在当下这么充分内卷的一个市场中间，这个怎么往后去这个存活那么可能有些车企已经选择了我们说这个干脆
这个打到这个底了啊，打到底，甚至我们说就是打骨折了。那这个骨折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因素啊？比如说可能出现了一些财务性的情况啊，或者说干脆的就一把骨折完，准备彻底的去做转型啊，我们不得而知啊，就他的这种战略目标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搅浑水的作用呢，已经完全的这个起到了。大家对于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预期呢，大幅度的调降，这势必在我们说要不了多久的这个时间里边会掀起我们说一波这样的一个浪潮啊，去倒逼它的这个相同的这些车企呢，去大规模的调整它的这个战略。那么你想现在的这些新车，我们说如果进行这个大规模打价格战的话，其实问题很多。那你比如说你的库存车怎么办啊？你的经销商怎么办啊？然后呢，你的新上市的车怎么去定价啊？也就是说，这个浑水一旦搅开了，其实整个市场的我们说这种乱世的格局已经大规模的这个揭开了啊。那当然了，我们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确实还是一句话，产能有点过剩了。那么当整个市场的需求开始萎缩的时候，那这种供应和这个价格战之间的关系，其实跟我们说任何的这个商业逻辑本质上都是这个一样的其实开始内卷了嘛。那么原则上来讲，像这种产能急速的扩张之后呢，如果能走向海外当然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整车制造的这种能力甚至包括我们新能源造车的这种能力和优势我们说随着这种产能的不断的扩张，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着一个不断扩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如果你国内的市场我们说这个内循环相对比较饱和的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外部市场的这种力量。当然了，一定会有人说说中国的这个汽车市场这个潜力还很无限。其实我只能说呢，其实大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就是整个车的总量在下降这个已经是明牌大家在用车的习惯、用车的频率上都在发生根本性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在上一期的时候我们已经聊到了，对吧？那像现在很多的城市的这个消费者，你现在可能即便给他放开限牌放开这个牌照的这种限制和约束，我敢打赌都不一定能够增长太多因为你的停车、你的车位费，对吧？你的车这个车的保养等等都是一大笔的这个开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这种状态下呢，这种问题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说经济总量进入到一个低增速状态下了以后呢，这些开支的成本和现在便捷的这种交通方式我们说稍微远点的距离有航班，稍微中短的这个距离呢有这个高铁再短一点呢室内出行有出租有滴滴打车，再短一点的你有共享单车，你有步行然后呢地下你有这个地铁。所以你就会发现呢，这种我们说全方位多维度的一种交通组合下，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了大的趋势。所以说我相信这个目前的判断没啥问题，不是总的蛋糕还在做大，而是说总的蛋糕现在是在收缩的。里边呢只是说新能源在革传统这个燃油车的这个革命在发生这个革命，但是呢并不是一个总量的一种增长。所以说你增长那边就一定是这个萎缩甚至我们说要进入到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恶性反馈里面去了。那么往海外走呢，实际上用我们的话说呢，虽然说我们要给自己打口气，对吧？中国制造，中国的车企我们要大规模的往海外走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个消费品领域我们去看，可能会说小米在欧洲很成功等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说有多少中国的这个车企能够复制像小米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例打进欧洲市场，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难所以说你可以搜一下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车企在欧洲的这个销售的情况。没错，如果看增长率那都是增长的，但是如果你看单月的这种绝对数量这个其实确实差距还是很大的。而这个前提还是在我们说国际环境还必须是比较我们说这个温和的这种背景下我们的产能我们的产品出去跟当地的这种产能产品 PK 然后呢优胜劣汰物美价廉优胜劣汰，就像当年日本车一样
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可能我们说国际环境也在这个突飞猛变这种逆全球化的格局呢也非常明显，所以这种呢必然会阻止我们的产能往外这个输出，那就会导致呢我们一定是我们说卷的不行这个内部的很多产能会卷的不行。这个目前呢，你看似好像是发生在车企身上燃油车车企身上，那在走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循环，但事实上我们说这种环境你观察下来，你会发现可能不光是车企，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品可能在这种循环下都是以这种内卷式的价格战竞争，然后呢这个被迫式的大规模淘汰很多产能来带来的一种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可能在后面我觉得在各行各业尤其是这种我们说这种产能投资过去10几年是比较猛的，然后呢这个产品呢缺乏我们说这种价格的定价权的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手机领域，对吧？前些年的这个家电领域，对吧？然后呢现在的这个3C 产品然后呢甚至包括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汽车可能都出现类似于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可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包括美国当年大萧条的时候也其实很多环境也都很类似这种通缩其实是很要命的那么汽车行业我们说在发生的这种突变可能在当下这个环境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